那最后我们介绍一下使用相机来构图，那并且输出我们静态的图片，在加号这个地方，过场动画这边有个叫电影摄影机，好，点一下，它会放在预设的位置，这边有。那你如果要从摄影机看出去的话，有几个方式哈，就是第一个，在摄影机上按滑鼠右键，好，将对象就是物件，也就是现在选取那个，好，将摄影机对齐到视图，就是摄影机会跑过来对你的这个视角，然后另外这个就是将视图对齐到对象，就是把现在视角切换到这台摄影机所看到的效果，好，那这两个是快速跳的方式哈，那我现在选择跳过去，我现在从摄影机看出去哦。就摄影机看出去的效果，然后现在是在摄影机的位置，然后你就可以一样用 WASD 来控制，这样。但是我现在是跳过去，还是不在摄影机的范围？你看摄影机没动哦，这边是摄影机看到的范围哈，摄影机看到的东西会在这里有个预览，它现在看到我中间这块大石头，好，那我再讲另外一个哈，在摄影机按右键，刚才我用的是这个。将视角对齐到对象，所以我切过去就会看到这里。好，切过去后等一下，现在电脑很慢，我已经点了，它没反应过去。好，现在已经 K 住了。好，这个地方就会很重哦，这个正常的要有个等待时间。所以看它这里看到效果跟这里看到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再动一下，你现在不是动摄影机哦，你现在是在动透视图，因为你看左上角写什么？透视图。好，然后我现在想把摄影机拍我现在看到这个视角，好，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选取摄影机，这边有一个叫做将对象对齐到视图，好，这里摄影机看到这里 ，OK， 这样就切过去了。那你如果想要控制摄影机，你调什么就是摄影机在动的话，那你必须把你的透视变成摄影机，好，所以我现在人在摄影机里面，我就是摄影机，我就是摄影师拿着照相机在拍东西。那就可以按 WSD， 你现在是在动摄影机，这样你的摄影机才能够固定一个视角，然后拍你想要拍的东西。然后摄影机牵扯到景深的部分，这个部分我们后面再来说哈。先知道摄影机的一个切换，那这个部分等我们讲到景深焦距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拍摄这个部分。先认识这个东西，这个在我们的影片输出的时候会使用到。影片输出的时候 ，OK， 好，大概这样。然后你如果想离开摄影机的视角，这个按钮点一下就会离开，那就变透视。然后想要进摄影机，就透过这边来切换到摄影机，它就会是摄影机。那摄影机牵扯到透视部分，后面等做动态的时候，我们用摄影机搭配导演系统，我们要来输出动态的影片哦。好，所以知道摄影机怎么建立。怎么切换？然后现在我们还是以透视为主哦。那离开摄影机的快捷方式是直接按这个按钮 ，OK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输出静态的图片作为我们这个阶段的结束哈。那后面我们再来做影片的部分。好，那这静态的部分呢，这个相机我们后面在做动画导览的时候我们再说哦。那我们现在透过WASD 先转到你觉得不错的一个视角，那转到不错视角的话，再利用萤幕快照或者是高解析度分辨率的截图方式来截图。我现在因为电脑负载很重，所以我现在可能就找一个任意的视角，但是视角调得好坏，你可能要用心抓一下哦，因为这个牵扯到你摄影的构图。好，那我现在按左上角的3条线，透过 F11进入沉浸式，这样。好，那取消选取，然后去调你的视角。最后输出作品使用高分辨率截图的方式，然后在全萤幕的状态下，基本上就1:1，放大2倍。如果你电脑不会出问题，那就不会哈。那如果会出问题，都1:1。那你们看到这里，这里就是动态模糊了，动态模糊就把它改成动态的就好了。哦，它就不会有这个残影哦。好，捕获，咔嚓，这样就会有一张哦。好，然后这里打开，这样就有一张了。我们看一下这里，好，这样就获得你一张静态的作品。你看这有动态模糊，这里就会有残影。这里好，这样是一张。那我们作业我们要交个3张。好，我再调一下，我再调一个视角哈。这个
关掉，我再动一下。现在你看，我现在荧幕显示已经有点时长了，好，所以跑这个要注意一下电脑的承受度哦。好，我现在动起来也非常的 K 了，因为已经硬体都蛮窄的哦。好，大家这样好，譬如说这里，好，再拍一张，好，透过沉浸式哦，沉浸式 F11就变全萤幕，再透过高分辨率截图，这里都不用改，再获取，好，这样就得到了第2张。好，那透过这个方式找3张视角，拍完那就有3张不同视角的作业了。OK， 好。